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大家好，我是团长。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拜托大家。大家可留言告诉我。各位优秀神秘文怪事团团员，大家好，感谢团员新进团员耐心等待，再次感谢所有团员支持本频道。本频道制作不容易，拜托大家帮忙加入。今天故事开始前，先提醒大家，影片最下方神秘文怪事订阅键定下去，用力按去下，请订阅，请帮忙一下。我上一集影片讲到香港未解之谜西贡结界与退休警的诡异求救录音，没有看过新朋友，我建议先看上一集，我把上一集影片放在说明栏。今天让我带你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吧。很多人爱看恐怖电影，但要说起哪一部恐怖电影那是最可怕呢？相信有不少人都会回答，就是由真实世界所改编而成的，因为不是虚构出来，反而更加的贴近生活。而在最近又有一部是由华伦夫妇所经历的真实事件搬上大荧幕，这是一宗发生在1981年的恶魔谋杀案。一个年仅19岁的园丁，他和朋友到酒吧玩的时候，杀死了同行的房东。不过华伦夫妇经过调查后，却说他是无辜的，他是因为被恶魔附身，所以才会杀人，而律师在法庭上更是用这个理由来替他辩护。真的是恶魔逼他做的吗？ Makes me decide for your loss. You have to leave now. 屏气凝神，汗毛直竖，谁都不知道下一刻会不会出现恐怖的画面，让人吓得从座位上面弹起来。恐怖片百百种，各类型题材都有。要说哪一种最吓人，应该不少人会回答，就是改编自真实世界，因为不是杜撰出来，更有种贴近生活的感觉。I'm only interested in reality. But I can see things that your people can't. 而最近要上映的这部恐怖电影，就是由真实事件改编。而且这起事件可一点都不普通，因为大名鼎鼎的华伦夫妇也有参与其中。This is Ed Warren, here with Lorraine. All right, let's get started. 一切都得回到1981年的美国康奈狄克州开始讲起。风景优美的布鲁克菲尔德镇，这天突然传来了一阵骚动，镇上发生了杀人事件。这是民风淳朴的布鲁克菲尔德第一次传出谋杀案件。Hey! You okay there? 犯人是当时19岁的青青园丁厄恩·夏恩·强森，他和女朋友黛比还有女友姐姐以及女友的老板一群人约好一起去酒吧玩乐，看似再平凡不过，但此时悲剧上演了。 Jesus. I think I hurt someone. 强森突然攻击女友的老板，他倒在血泊中没了呼吸心跳。很快警察就逮捕了全身染血的强森，并把他带回警局，但那时他们接到一通电话，打电话来的正是当时已经拥有非常高知名度的华伦太太。她告诉警方强森是无辜的，是被恶魔附身才会杀人。奇怪了，为什么强森杀人会和恶魔扯上关系呢？原来在杀人事件发生前，强森的女友黛比一家人就找上号称恶魔克星的华伦夫妇，原因是黛比11岁的弟弟大卫常常会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而且举止异常。 When we got in the house, we were sitting there at the table talking. Now you would watch David, and he would be doodling, you know, drawing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he'd be concentrating on what he was doing. And then he would look up, and it was no longer a little 11-year-old boy. 华伦夫妇经过调查后，发现大卫竟然被43个恶魔同时附身，刻不容缓，必须立刻开始驱魔。黄伦太太也说，大卫在驱魔的过程中，竟然漂浮在半空中，并且讲出没人听得懂的话语。
但竟然是大卫被恶魔缠上，这和他子的男友强森又有什么关系呢？在一次的驱魔过程里，强森看不惯恶魔折磨无助的孩子，他讲了这句话。One night he said, and he screamed at these devils, "Take me on, leave my little buddy alone." 是其中一只恶魔从大卫转移到强森体内了吗？之后强森的行为举止也开始不对劲，就像曾经的大卫一样，华伦夫妇也特别请当地警方要注意强森的后续状况，但才隔没多久，就传来他发狂杀人的消息，不祥的预感还是应验了。Residents of Brookfield were shocked this afternoon by the broad daylight murder of Bruno Sauls. 而替强森辩护的律师虽然也觉得有些荒谬，但依然相信这家人害华伦太太的说法，在法庭上以遭到恶魔附身为理由，希望强森能被判无罪。The court accepts the existence of God every time a witness swears to tell the truth. I think it's about time they accept the existence of the devil. 这种理由可是前所未闻案件，瞬间轰动全美国，被称为恶魔逼我案件，大家都在关注最后会怎么判。尽管律师放手一搏，但恶魔附身实在太难找到确切证据，就算真是恶魔做的，总不能逮捕恶魔吧。所以最后律师还是转以最常见的理由，正当防卫来替他辩护。 Whatever is going on, whatever happened that day, that was not Arnie. 最后法官判决强森杀人罪名成立，必须入狱服刑10年到20年，他也在5年后假释出狱。而女友黛比则坚信强森是无辜的。出狱后2个人立刻完婚，这恶魔逼我。案件也因为时间太耸动，被改编成电影搬上大荧幕。 It's a witch's totem. We think your family was cursed. And that connection's still open. 而要讲起在整个故事里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华伦夫妇，超自然爱好者绝对听过他们的名号。爱德华·华伦和罗琳·华伦是美国著名的超自然现象调查员，经手过无数著名的案件，而最著名的当然就是他。And that's the one that's sort of depicted a little bit in this movie, correct? Yes, it is. Yeah. That's the Annabelle doll. 大名鼎鼎的安娜贝尔娃娃也曾经被翻拍成电影。许多华伦夫妇经手处理过的案件，他们为了避免邪灵再度祸害人间，选择把有关的诅咒物品带回家里，并且建了一间灵异博物馆，收藏的东西都大有来头。 Everything and anything in here we have investigated. Don't ever touch anything. And if you do, let me know. 另外还有这块通灵板，过去曾经有人使用它，召唤出来自深渊的恶魔。各种诡异物品被收藏在这个小空间，就算大白天进去，还是会感受到巨大的压迫感。 Go in. People are very, very interested in the museum. And there's some people that are afraid to even go in. 虽然华伦夫妇都已经不在了，但相信他们的故事还是会继续流传。至于这起恶魔逼我案件，到底是真的超自然现象捣乱，又或者一切只是人为因素，恐怕永远不会有答案。我们看到华伦夫妇博物馆里面有这一块通灵板，过去曾经被拿来召唤过恶魔，而在东方也有类似的东西。 那就是所谓的碟仙这种竞技的游戏，很多人听过它的名字，也都知道该怎玩，却很少人敢真正的来尝试。原因就是太危险了。因为呢，只要召唤出碟仙，可以帮你实现愿望、指点迷津，但是后续没有处理好的话，那后果是不堪设想。过去就有一群的国中生，他们不信邪，想要挑战传说，没想到真的惹祸上身，而更可怕的是。 一开始只有玩的那几个人碰上了怪事，接下来竟然全班都像中了邪一样，精神恍惚。他们到底招惹到了什么？最后又该怎么解决呢？碟仙，碟仙，请出来！碟仙，碟仙，请出来！50年代，台湾曾经掀起一波封碟仙的热潮，尤其是学生最喜欢一群人围成一圈，点蜡烛请碟仙，很有气氛。 可是到了大概就是这个老蒋他们从大陆来之后，
就开始有一阵子就流行起碟仙来了。所以我记得在我这个国中到高中的这一段的时候，那正好就是碟仙最流行，所以我们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同学的那个书包里面，每一个人大概有一两个同学都会放，每天都会放那碟仙的纸，然后就摊开到下课的时候，就大家无聊嘛，就好玩。其实那时候不叫碟仙，当时是用这个钱仙，因为在民国50几年的时候啊，那时候铜板很流行，然后铜板都很大嘛，就几个人用一张纸，里面乱码写很多字，或者就随便拿一张报纸啊，报纸里面字不是很多吗？小时候我们都玩过了，你把那个钱呢就放在那上面，然后点3炷香向外祝祷，想请求的人就把你的这个食指放在那个钱币上面，大家在慢慢进入半催眠状态以后，那个钱币呢就不自主的移动。有句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民间传说请碟仙有很多的禁忌不可犯，传说人悟出了禁忌，结果事后开始胡言乱语，搞得人心惶惶的。当年政府为了稳定民心，下令禁止所有的商家不得贩卖碟仙用具。虽然政府明令不准卖碟仙的相关用品，不过终究无法完全的禁绝，因为传说碟仙是有问必答，而且相当的灵验。甚至传说有警方透过碟仙的指引，侦破了重大的刑案。时间是在1982年12月，台北市华南银行遭到2名持枪歹徒闯入，歹徒轻易地开启了密码锁金库，抢走了800万。总共有5、6名的这样的一个歹徒呢，蒙面歹徒闯入到华南银行和平东路分行，那么抢走了将近800多万的这个现钞，还有一些所谓的爱国奖券。那么在之前就是监察3纲，28号、29号的时候，他的乡里叫做林永泉的，就已经在当天失踪，被夹持走。那为什么这个案子跟抢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林永泉本身有一个所谓的保险库的号码密码。他是一个乡里，说他身上有这个密码。关键人物林永泉犹如人间蒸发，却在案发后7个月，他的尸体在台北县三芝乡的一间废弃工厂里头被找到了。林永泉遭人开枪射杀，破案的关键线索断了。据说警方私底下求助碟仙，姑且一试。林永泉的尸体被发现之后，专案小组才确认他被夹持，而且是被逼迫讲出这一个金库的密码。那么，警方专案小组为了追查这个后面的一个所谓的凶手，最后甚至于找到了碟仙。我们讲，碟仙，透过碟仙这样的东西，企图透过阴阳2界呢来搜索这个凶手，希望透过碟仙找出这个一个办案的方向。当时当然就是警方常常就是除了科学办案之外，那警方其实对就是说，他们也常发现，就是说，有一些是不是有第3种力量是可以协助破案哦？那当然就是凶杀案，就是无非就是有灵魂的问题嘛。就是说，如果可以请这个碟仙或者是任何的问神的方式，他们都不会放弃。我想问一下，我上学期被当几科？那可以请你倒数。他这个连当几科都可以告诉人家，可能学生就想问一些学业跟感情的事情吧。3科，你被当3科？这个我要郑重声明，网络上那些消息啦，这种马路上的消息都不要去相信。那这样的话，中央警察大学废掉了，就完全用这些灵异办案就好了嘛。我们还要栽培警察干什么？就栽培一些灵异人士就好了。那为什么这么多重大案件到现在都还是破不了？80年代，台湾吹起了大家乐的歪风，全民都在求名牌，有人3更半夜，坟场也敢去拜请碟仙赐名牌。到最后是疯狂到什么程度？是大家跟他咧卖单啊！中间就一个，我有碟仙牌，伊就和你来讲，我这就是碟仙，伊写出来号码，逼出来号码。有些人你讲较阴的就是生碟仙，甚至于钱仙去逼拜。
那你真正有对不？那有对哦。按照你讲，如果你透过碟仙或钱仙，你拿一对签了，那有对对哦，爱行，就是一般我们就是说要请碟仙，其实就是请游魂嘛。那游魂你不可能在我们家的这个，比如说，在我们家的这个神坛的前面可以请得到碟仙，这是请不到的。或者是你说我到庙里面去玩，要请碟仙也会请不到，这精神都不好。同学们沉迷碟仙，上课无法专心，甚至还发生了无法解释、不可思议的现象。比方说，有一整个班级的学生突然集体的胡言乱语，搞得老师、校长也不知道如何收拾。这小孩子玩完之后，甚至于发生小孩子怎么样，开始经常异常，简直于起档，无缘无故的起档。那么就其中有一个就是一个女孩子，结果是男的，讲话的声音是变成出现男的声音。那我们讲的解释就是变孤魂野鬼的这个所谓的男性的这样的一个孤魂野鬼来附身，那就胡言乱语。是，就是因为玩碟仙引起的。我讲过，这个是一种感染作用，感染作用啊。体质比较特殊的人啊，他就容易，因为他的这个磁场比较弱，就容易跟那些鬼魂频率相等啊被侵入，被侵入以后，他都会变成这个分类人格。他一下子是自己，一下子是另外一条魂在指导他讲话，所以讲话就语无伦次、颠颠倒倒，有时候讲一些匪夷所思的话出来但是又很应验，就这样。为什么会发生集体性的歇斯底里的症状的一个人，他都有几个特质。第一个特质是这些容易有症状的人，他中间一定有一个主要很强势的领导者。那其他的人呢，可能是属于附属的个性比较多。好，那当这个强势领导者他的一些想法，他没办法透过他这个所谓玩碟仙或招魂的方式去传达到其他人的时候，他会给一些所谓的暗示。那这暗示会造成其他的服从的人他心理上一些不舒服，所以产生他想要服从，可是觉得这个他下达指令他没办法做得很好，或他不愿意去做，就产生心理上矛盾。当年传出问题的这个班级，据说后来全班被打散到了其他班级去，校方还特地请来法师超度亡魂。彰化这个国中学校，为了怕这个事情扩张，甚至赶快找一些法师来做法，把这个东西来修妖。那你看我俩妖伏魔才开始做法，才开始把这个压制下来。那当然，学生就到去看一些精神课，开始让他心理震荡。为什么？因为小孩子晚上在玩这个时候，惊的时候就会产生错乱的感觉。他发现这问题严重，然后要通知家长，家长才恍然大悟。后来学校没办法处理，再报给教育局，教育局一看，就知道把那些学生调班调开了后来不了了之了。那些学生有1、2个比较严重，好像还到医院去观察。碟仙请降临，碟仙请降临。大人遇事禁止小孩遇事觉得刺激，明白告诉你不能够碰碟仙，学生们就偏偏前脆躲起来玩。尤其是毕业旅行一到了晚上，趁着老师们都睡住了，男同学带着女同学玩碟仙，这是展示男生胆量的好机会。我们有几个女生同学，大概6个同学睡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呢，大家就把这个碟仙的那些道具啊，其实我们是临时画的啦，也不是说就准备好没有，我们就临时准备2张大纸啊，然后我们就大家就拿盘子玩，就开始在玩，然后就玩到一半，我们也觉得说，好奇怪哦，为什么就是那个盘子会跟着这样子，就是我们不知道是因为大家手我们都没有出力啊，可是那个盘子就会慢慢会移动。像孟云说，碟子是真的自己动了起来。大家问完问题之后，也顺利的把碟仙给送走。没想到到了半夜，有同学突然无缘无故的大喊大叫，好像是被附身了，表情非常痛苦。然后晚上我们就准备要就寝睡觉了。然后当我们要睡觉，我们大概5、6个女生，然后准备要睡觉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洗完澡就躺在床上就睡着。可是我们当睡着的时候，就我们其中有个同学就是他一直在呻吟，然后我们想被那个呻吟声吵起来。我想说，他到底在叫什么？然后等到我们坐起来，灯打开的时候，就看到他一直在这样子，2手在这样子挣扎，好像是就是一副那种就是不要推我，不要拉我还是什么。我们看他的动作好像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想说他在干嘛，做噩梦。我们就是好几个就一直压他，就你起床了，起床，叫他起床，说你怎么了？就怎么摇都摇不醒。隔天玩碟仙，疑似被附身的同学醒过来，他被带到了一个非常阴森的地方，感觉好像是地狱。毕业旅行回家之后，他又生了一场大病，后来去庙里头求神拜佛，病情才逐渐好转，我们也不得而知。然而种种诡异传闻越传越盛，是真是假，只能说信者恒信了。至今仍是人类想要解开的重大谜团。
许多人还是选择宁可信其有，请大家自行判断。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主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些的看法。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谢谢。感谢收看，下次再见。